求姨母陪初瑶进宫，初瑶要退婚。我的婆婆靖远侯夫人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又恼我不识大体将家丑闹出来，又怒世子不省心，在大婚之日闹成这样不可收拾。不过是小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不必闹到宫中吧。陈安也不过一时糊涂罢了。好一个靖远侯世子，一时糊涂，当我们家无人了吗？初瑶的爹爹未能赶回来参加婚礼，你们便敢如此羞辱他的掌心明珠。他父亲不在，我还没死呢。我现在就进宫，我倒要和皇后好好说道，让他们看看这便是他们赐的婚事。我要天下人看看靖远侯世子是个什么东西，敢说把正室娶回来做摆设，还不将世子和那贱人带过来？不必了，我要亲自去看看大婚之日他是怎么和妾室洞房花烛的。靖远侯府的规矩，我今日倒是要好好瞧瞧。我母亲早逝，我多数时候都是在定国公府长大的，姨母像我亲生母亲一般疼我，如今看我这般受委屈，哪里忍得下去？夫君，你答应了心如，今日只陪我和孩子，不陪那个女人去敬茶。你说到便要做到，否则我和孩子可是不依的，以后也不许你碰她。你说过只有我一个女人，旁的女人都不能看一眼。是我答应你，那宋初瑶是武将之女，粗鲁得很，哪有我的心如这样知情识趣？好一个淫妇，勾引我儿！来人，把这贱妇给我拿下！贱人，我许你以妾室身份待在靖远侯府，却不是让你魅惑世子，让他宠妾灭妻的。世子大婚，你怎么敢把世子引诱在房中过夜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妾身不敢啊，只是当晚腹痛，怕孩子出事才叫了世子。巧言善莲，来人，给他张嘴22扇长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是。住手！母亲这是做什么？心如昨夜不是，她肚子里可是你的亲孙子。混账！你可知你昨晚宿在姨娘燕子是作死啊！若是皇上知晓了，你待如何交代？皇上赐婚，我将人娶进了门，难不成皇上还要管陈内宅之事？谁家没有3妻4妾？宋初瑶就这么霸道，我还不能纳妾了吗？夫人，看来世子并不如你说的会知悔改啊！这样宠妾灭妻，我们可不受这委屈。我是穿着嫁衣和姨母进的宫，不出半日，靖远侯世子宠妾灭妻，洞房花烛陪着侍妾过的消息便传遍了京城。我丢不丢脸的不要紧，怕的是靖远侯一不小心就得丢命。皇后娘娘，世子有心爱之人，初晓怎么能拆散一对有情人？请娘娘恩准取消我与世子的婚约，成全他与顾姨娘。更何况顾姨娘早有了世子的骨肉，初瑶自幼娇养长大，高门有训，正是未进门却有庶长子，这是对宋家的侮辱和不尊重。初瑶不敢以一己之力辱宋家门第。侯夫人和世子可是对这门御赐的婚事不满，皇上和本宫说了，宋小姐是兵马大元帅的掌上明珠，受不得委屈。若世子不满婚事，本宫可将婚事取消，重新赐婚，你看可好？昨日陈安是喝醉酒昏了头，走错了院子，今日酒醒了，绝不会再犯。臣父已教训了他，他再也不敢了。求娘娘开恩，他日后必定会爱重妻子，绝不敢宠妾灭妻。世子的妾室不安于此。逆子，闭嘴！你是不是想害谢家满门获罪？等你父亲回来，非扒了你的皮！夫君，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孩子，只因为我出身卑微，所以我连孩子都不能有吗？夫人好狠的心啊！凭自己是贵女，便要皇后杀死了我们的孩子，那是成行的难胎啊！宋初瑶，你这个毒妇，杀死我儿，我会为他们母子讨回公道。侯爷，侯爷，宋初瑶，你以为你借皇后的手杀了我的孩子便得了意？这里是靖远侯府，不是你宋家。他居然想让我喝绝子药！安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她可是你的正室娘子，是宋家嫡女。圣旨到，皇帝诏曰：靖远侯世子谢承安宠妾灭妻，嫡庶不分，有乱纲常，宋氏情，允其与靖远侯世子谢承安和离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钦此。
宋初瑶，你既然打算和离，为何要害我的孙儿？你这毒妇！宋初瑶，你好手段，让心如落了胎。你敢和离？你想离开谢家，没那么容易。我本无意与你的莺莺燕燕争宠，但是你宠妾灭妻，连大婚之日都敢陪着一个侍妾过，你背信弃义，我为何不能与你和离？我们宋家人从不受这种委屈。那又如何？我们靖远侯府难道就任由你这样来去自由？你说，若是我与你成了真夫妻，你还如何和离？你出了这个门，谁敢娶你一个和离的妇人？而且还是一个善妒的妇人。夫君，夫人只是吃醋罢了。女人一旦成了你的人，哪里还会想着和离？只要你让夫人成了你的人，她一定会心软，不会再提和离之事。你一个侍妾，居然敢想出这样不要脸的事儿！我不过是为了夫君着想，女人不是要出嫁从夫吗？夫人这样善妒，怎么做得好当家主母？宋初瑶，今日起，我们便做一对真夫妻。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你还如何和离？想用这种下作的法子逼我就范，谢承安真是胆大包天。爹爹，瑶儿放心，爹回来了。我看京城中谁人敢动你一根头发丝？刚才隐约听到什么善妒，什么出嫁从夫，还要生米煮成熟饭。没想到靖远侯府如此大胆，圣旨允了和离，你却要强迫我的女儿与你做真夫妻。将谢世子抬到宫门前，告诉皇上，靖远侯世子宠妾灭妻，听从侍妾之言，禁锢正室，并抗旨不允夫人和离。来人，将大小姐的嫁妆抬出来，咱们回家。宋家的嫁妆180台从靖远侯府抬了出来。瑶儿，回家了。父亲还派人抬了8台大轿，将我抬回了宋家，而另一队人直接骑马拖着谢承安，将人父亲的话传进了宫里。皇上大发雷霆，让谢承安在宫门口跪了一晚上。1、2、4、5、6、7、等我再生一气，定能出这口恶气。圣旨到，责令靖远侯世子再赴反省，罚俸1年，无诏不必上朝。世子，如今宋元帅回京，皇上正在论功行赏，朝中谁不想巴结着宋家？你得罪谁不行，怎么能得罪了宋家？你难道不知道，你以前的那些差事，不过是皇上赐婚后，靠着宋元帅的颜面，别人给你行的方便，你还真以为是自己的本事啊？满京城如今谁不知道，世子你是猪油蒙了心，居然把这门亲事给弄黄了。以后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什么？我何时靠着宋家平步青云？我的同僚都说是我能力卓越，才担此重责。我怎么可能是靠着别人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可是不管他如何的不可置信，在他养伤时发现侯府门可连雀，无一人登门看望时，也觉察出了不对。直至中秋宫宴，他入了宫，在人群中远远看着我与父一起入宫，父亲身边围满了与他攀谈之人，人人面带谦卑笑意，而我身边更围满了贵女，还有各家的夫人，都想为自家的孩子争一个宋家女婿的位置。宋小姐安好，听闻宋小姐还未觅得佳婿，不会是退了婚事之后无人敢上门抬亲吧？还是说宋小姐还惦记着世子？可是恐怕世子不会再上门迎娶了。世子说，只待我再怀上子嗣，便娶我为正室。谢世子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把一个侍妾赖进宫赴宴。今日宫宴可是皇后所设，意在宴请京中权贵夫人。谢世子是把顾姨娘和勋贵夫人摆在一起，你愿意，也问问在场的夫人们愿不愿意与你平起平坐。一个侍妾也敢来这里丢人现眼！
谢承安好大胆子，一个姨娘也敢带进来赴宴，他这是鬼迷了心窍了吧？等我夫君明日上朝，必参他一本。本来帝后就对他不满，他还敢如此嚣张。世子，求求你带我进宫吧，我保证远远坐在角落，只看个热闹，绝不靠近夫人们。怎料他非要挑衅我，那就休我不客气了。我要谢承安身败名裂，更要他们俩永远绑死在一起。他想借着高门女婿想再翻身，绝无可能。谢承安听到宣华赶过来时，事态已一发不可收拾。世子，你唯一能做的只有和皇后说顾姨娘是你正室，即日就会成亲，否则今日你怕是走不出宫门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容禀，心如不是我的侍妾，我已告知宗族，3日后会将她抬为正妻，所以才敢带她入宫赴宴。她很快便是靖远侯府的世子夫人。世子倒是痴情，既然是你的正妻，本宫倒不好责怪你。但是这位姨娘出身不正，来人，本宫便赐一名管教嬷嬷，也防防未来的世子夫人行差踏错，丢了高门夫人身份的脸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夫君，你真的要抬我做夫人了？贱人，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，你为何要去招惹别人？我说过你只能待在角落里，你偏不听，如今惹下祸事，都是你！若不是你非要逞强出头，非要去挑衅，我怎么会落到这般境地？我们靖远侯府因为你在荆州颜面尽损，就凭你也配让整个侯府为你背书？来人，把顾姨娘带去，看好她，别再让她惹事。我们靖远侯府的脸面不能被你这样的人糟蹋。此事上达天听，我会让你做正事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你只得这一个名头了，别的你什么都不要再想。夫人是急火攻心，引发中风，口眼歪斜，肢体偏瘫，日后恐需卧床静养，饮食起居皆需专人照告。世子，他们怎么敢看不起你？你可是靖远侯府的世子啊！他们怎么敢这么对你？怎么敢看不起你？还不是因为你！若不是你非要出风头，非要挑衅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般地步？怎么会被人看不起？哎，这不是靖远侯府的谢侯爷吗？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宠妾灭妻，不应该悔婚，不应该。我本不想管他，但是他喝酒的酒楼是我家的产业，掌柜的不敢动他，只好来告诉我。初瑶，初瑶，你是不是回心转意了？我如今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新婚之夜那样对你，我错了，我们重新来过可好？我会让你做正事，顾心如做平西，以你为尊。她当正事是皇后娘娘知晓的，我虽不能降妻为妾，但是我可以把她送走，只当一个工具人。从今以后，侯府只有你一位世子夫人，我们生儿育女，让她在他乡终老，你说好不好？他倒想得美，以为自己是什么甜心大萝卜吗？每个人都想吃上一口，殊不知只不过是个烂黄瓜，谁看了都嫌弃。叫人将他抬回侯府，世子欠下的账去侯府收回来，不许赊账。初瑶，我知错了，这次特地来重新提亲，只要你点头，我必定10里红迎你进门。你们靖远侯府那点门第，也想娶我女儿？你还有了妻室？你待把我女儿放在何处？将他当初爱得如珠似宝的女人，一句轻描淡写的让她死了便是，可见此人凉薄。我的女儿会和青楼女人共侍一府。来人，把人和东西都给我轰出去！是。为何世子明明最喜欢的人是我，怎么会如此狠心？他居然说让我死了便是，他为了他的仕途居然想让我死，他当初说的喜欢全是假的。我让你来亲自听听他的话，也让你死了这条心。你以为你得到世子夫人之位是什么好事？到我面前炫耀，他如今因你而仕途尽毁，恨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还爱你如命？顾心如
你如今是他眼中钉肉中刺，没有我，还有其他高门贵女。只要他攀附上了，你便是今日他嘴里的这个下场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那么喜欢我，我所有的身家代价都给了他，全身心托付给他，他怎么会如此狠心？楼里的妈妈说的对，男人都是负心人，没有值得托付之人。听说你当初有人赠你一只宝钗，精美无比。过几日定国公嫡女的生辰，不如你先拿出来，让我当做生辰礼。到时候等我得了定国公的青眼，我100倍还你，可好？好，待我找出来，明日给世子送去。世子不会是看上定国公公家的小姐了吧？如若国公家的小姐肯下嫁，这是咱们侯府的荣耀，到时候平步青云，指日可待。那她若下嫁，我怎么办？你知我心中最在乎的人是你，到时候咱们假装相妻为妾，待他进了门，我再将你接回来，抬作平妻。如你说的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还怕他如何？还不是任我拿捏。我的心里啊，只有你一个足矣。好，难得今日高兴，不如妾身换身衣服，做桌药菜，陪世子喝上2杯。夫人呢？夫人一早说要回娘家。顾心如哪里有娘家？而如今已近50，连人都不知去了何处，哪里还寻得到？不过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，本来跑了便跑了。可是谢承安却发现顾心如在酒里下了药。世子还是另请高明吧，这药性猛烈，我们就是再高的医术，也恢复不了世子的雄风了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很快，世子夫人逃跑，而世子不能人道的事情一下子传得满城风雨，大家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何事。这世子一定是不能人道，所以夫人嫌弃他跑了呗。这都当不成男人了，当世子还有何用？庶子不可教也，慈母多败儿。如今闹成这样，你这做母亲的还有什么好话？你擅妒不让我纳妾，自己宠溺孩子，却教成这副模样。如今侯府全败在你们2人手上，靖远侯府可不是我一人的侯府，这关系着谢家的未来，我由不得你们母子胡来。既然陈安无用了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原来侯爷在边关一直养着外室，如今谢承安已绝了后，侯爷马上将妾室迎进府，做了平妻。将这2个孩子谢家嫡子，日后承袭侯府事宜，按嫡子规制安置。我才是靖远侯府的世子，父亲，你怎么能如此做？你对得起母亲吗？我不能让侯府毁在你们2人手上。谢承安，你已成了弃子，你还不明白？若不是你德行有失，侯府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？你还不知悔改？谢承安彻底成了弃子，也成了京城的笑话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再也没有抬起头来。而我自从父亲回了京，他说浑身伤痛，自请解甲归田，皇上哪里肯放他，不许他卸任，仍要他做着兵马大元帅，唯有他镇得住那些谁也不服的武将们。但是允他留任京中，父亲开始了帮我相看夫婿的日子，乐不思蜀，每日将世家弟弟们评头论足，势必要寻一个天下数1数2的女婿才罢休。我淡笑不语，只看着父亲高高兴兴地把说亲的人迎进来送出去。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，是我最喜欢的。世子，该喝药了，喝了就能好，就能像从前一样。事到如今，世子也该认了。侯爷早已立了2中子为新世子，
府里上下，谁还把您当回事儿？老奴也是念着旧情，才日日来伺候您。旧情？我谢承安这辈子最可笑的就是讲什么旧情，对顾心如掏心掏肺，他卷走我所有细软，给我下断子绝孙的药，对宋初瑶背信弃义，亲手推走了唯一能救我、能撑起靖远侯府的人。我真是蠢，蠢得无可救药。蠢，何止是蠢？当年宋元帅权倾朝野，初瑶小姐是京中最耀眼的贵女，多少人挤破头想娶她。皇上赐婚那是天大的福气，您倒好，大婚之日宠妾灭妻，把正室的脸面踩在脚下。你以为顾心如爱你？她爱的从来不是您这个人，是您靖远侯世子的身份，是您能给她的荣华富贵。当初她青楼出身，若不是靠着您，怎么能一跃成为世子夫人？可您落魄了，她转头就走，半点情分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我后来都知道了，他跟我说的那些情话，哄我的那些温柔，全是假的。他卷走我的银子，还在酒里下药，断了我的前程，断了谢家的后。我去找过他，他跑了之后，我派人四处找，找了3个月，终于在江南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他。他穿着绫罗绸缎，住着大院，身边还有年轻英俊的男子陪着，过得逍遥快活。您去找他了？他跟您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他看见我，没有半分愧疚，反而笑得花枝乱颤，说我是自作自受。从一开始接近你，就是为了你的钱和地位。我早就知道你蠢，知道你贪恋我的美色，所以一步步算计我，把我吃得死死的。宋初瑶那样的天之娇女，你根本配不上。你丢了她，就是丢了这辈子最大的靠山。我落到今天这个地上，全是我自己活该。那您就没对他怎么样？我能怎么样？我当时身子虚得连站都站不稳，身边就跟着2个老弱的下人，他身边护营成群，我连靠近他的院子都做不到。我只能远远看着他，看着他过得那么好，而我却被困在这冰冷的院子里，生不如死。那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是皇上亲赐的婚，是宋家捧在手心的宝贝。可我呢？我为了一个身份卑微的妾室，弃她于不顾，新婚之夜跑去哄妾室，当众打她的脸，毁了她的体面，也毁了自己的一切。我真后悔，我后悔当初瞎了眼，放着那么好的妻子不要，非要去迷恋顾心如那种蛇蝎心肠的女人。我后悔大婚那日没有留在新房，没有对初瑶好一点。如果当初我守了约法3条，给了她该有的体面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是不是我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靖远侯世子，初瑶还是我的世子夫人，我们相敬如宾，安稳度日。世子，没有如果，路是您自己选的，后果也只能您自己承担。当初初瑶小姐给过您机会，大婚之前她与您约法3章，只要你给她体面，她便容下顾心如。是您自己背信弃义，亲手推开了她。您可知初瑶小姐进宫和离那日，皇后娘娘曾问过她，是否愿意再给您一次机会。宋家人从不受委屈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她的心在您大婚那日离开新房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初瑶，我好想再见他一面，好想跟他说一句对不起。我不求他原谅，只求他能知道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也知道，这不过是痴心妄想。如今的宋初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刚嫁入侯府被我欺负的心腹，她是兵马大元帅的掌上明珠，是京中人人追捧的贵女，身边追求者无数，风光无限。而我不过是靖远侯府一个被废弃的前世子，一个身有残缺、声名狼藉的废人。我们之间早已隔着云泥之别，
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，此生再无相见之日。楚瑶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位是吏部尚书家的嫡子，温文尔雅，才华横溢，去年科举可是高中探花呢。看着倒是斯文。还有那位是郑国将军家的小公子，武功高强，性格爽朗，年纪轻轻就跟着他上过战场，立过战功呢。不错，小姐，您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啊？这些公子哪一个不是才貌双全，家世显赫，配您都是绰绰有余，您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的吗？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不是家世好、样貌好就合适的。我要的是一个懂我、敬我、真心待我的人，而非一个只看重家世、需要我依附的夫君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这些公子个个都是京中女子心中的良人，能有一个真心待你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急什么？我如今有爹爹疼，有权势在身，日子过得舒心自在，何必急于嫁人？好饭不怕晚，良缘不怕迟，属于我的那个人总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。在此之前，我只需好好享受当下的岁月安然就好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宋庆的女儿，通透大气。爹爹，在你出嫁之前，好好的在府中逍遥快活。我女儿说的对，婚姻之事尽缺勿密，有爹爹在，谁也不敢委屈了你。你想何时嫁人便何时嫁人，爹爹都依你。多谢爹爹。宋元帅好福气，初瑶小姐聪慧通透，端庄大气，真是难得的好女子。今日前来的这些小子，能得初瑶小姐青睐，那是他们的福气，可不是吗？初瑶小姐文武双全，胆识过人，当年在靖远侯府那般局面都能从容应对，全身而退，可不是一般女子能比的。我家那小子要是能娶到初瑶小姐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元帅小姐，宫中来人了，说是皇后娘娘请小姐即刻入宫赴宴。看来皇后娘娘也是惦记你了，快收拾一下，随宫人入宫吧。那些委屈、愤怒、不甘，早已随着和离的圣旨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慢慢消散了。初瑶来了，快过来坐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免礼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多礼。几日不见，气色愈发好了，看来日子过得舒心。托娘娘的福，一切安好。当年你和离之事，本宫一直记在心里，总觉得委屈了你。好在你父亲回京护你周全，也幸好你通透，没有深陷其中，及时抽身，否则怕是要被谢承安耽误一生。谢承安那人看着精明，实则愚蠢至极，分不清轻重，辨不出好坏。放着这般好好的妻子不要，非要去迷恋顾心如那种女子，落得如今这般下场，也是咎由自取。都是过往云烟了，娘娘不必再提及。如今我过得很好，早已放下了。你能放下就好。今日召你入宫，一来是许久未见，想与你说说话；二来也是有件事想问问你的心意。娘娘请讲。当今三皇子，你可知晓？知晓。三皇子文武双全，品性端正，素有贤名。三皇子近日常与本宫提及你，言语间满是欣赏。他说你聪慧果敢，端庄大气，是难得的奇女子，想求娶你为妃。本宫觉得你们二人乃是天作之合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多谢娘娘美意，此事全凭爹爹做主，我无异议。好，好，本宫就知道你会同意。此事本宫即刻便告知皇上，择日便下旨赐婚，
定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多谢娘娘。往后余生，皆是繁花似锦，顺累无忧。初瑶，我沈慈安此生唯你一人，宠你、护你、敬你、爱你，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，绝不让你流一滴眼泪。初瑶，过去所有的苦楚、委屈不堪，全都过去了，往后余生，有我在。我知道。初瑶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完整圆满的家，往后我护你、护孩儿，护着一世安稳，岁岁年年。此外孙女儿娇俏可人，这般灵动绝色，我家终究是得偿所愿，圆满一生了。初瑶，人间万般风景皆寻常，此生有你相伴，我便已知足，此生足矣。